气韵在书法上常常被称为味道。我们常说某某某的书法有碑味、帖味，也称为气息。例如作品具有文人气等等。气韵是形而上的，因此也是审美评价的最高准则。古人云：书之妙道，神采为上，笔墨次之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气韵也是书法与写字的本质区别。现实生活中，许多人在书法上勤奋用功，但进步却很缓慢，甚至一辈子原地踏步。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个人修养不够，理论学习不够，字外的功夫做得不够。鉴赏书法绝非浮光掠影，而是心随笔动，目随神驰，进而神会于心的体悟历程。然欲臻此境，需沉淀人生阅历之厚度，更需一双能洞察秋毫的慧眼，以及经年累月的涵养。那么当一幅墨宝展现于眼前时，吾辈当如何着眼，方能识其精髓，品其韵味？接下来我将逐一为各位剖析。第一，溯源探流，审视笔墨之所出。首要之务在于溯源探流，先贤有训，取法乎上，得乎其中；取法乎中，思得其下。此乃研习一切意识之圭臬。面对一幅书法作品，我们首先需纵观其整体气象，判断作者的笔墨渊源是否纯正高古，其书风的脉络指向何方。我以为今人习书，较之古人，既有其困境，亦有其机遇。困境在于书法之实用功能日渐式微，已演变为纯粹之艺术门类。实用性的消退，使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难以浸润于浓厚的书法氛围之中。然其机遇则在于吾等身处资讯洪流之势，得以轻易获取前人梦寐难求之丰厚书法资料。昔日深藏于宫廷秘阁、藏家府邸之珍品，如今透过网络便可尽收眼底。古人学书多赖师承，良师益友固然至关重要，然若所遇非名师，则恐误入歧途，甚或耽误一生。此类事例在书坛屡见不鲜。再次强调，取上得中，取中得下。若取法不高，则犹如南辕北辙，其后果之严重，可见一斑。第二，析字解构，考察点画之法度。其次，我们要析字解构，此乃考察作者基本功是否扎实之关键所在。一位不愿在基本功上下苦功夫者，实难以想象其艺术造诣能臻何等境界。书法之演进，历经甲骨、钟鼎、篆隶、真行草诸体，每种书体皆有其历史公认之经典书家与传世名作，此皆为吾辈临池学书之典范。所谓字法，急需自觉地向这些典范靠拢，舍此别无他途。依循传统之境，初学者多以端庄之楷书为基，继而研习流畅之行书，而后方可涉猎奔放之草书。俗谚有云：先学立，后学走，再学跑，其理一也。然依我之经验观之，此仅仅解决了如何学之问题，尚未触及学何物之本质。我以为研习楷书应先溯及唐楷之前，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之作品，盖因书法艺术之最璀璨时期，正是在两汉与魏晋南北朝。唐楷固然亦灿烂，然其光华多为书法教育引导之果。教育在与吾辈获取知识之途径时，亦设下诸多规矩与框架。唐楷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书法的面貌，但也可能束缚了书家性情的自由抒发，故后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：出言书死，出度诗亡。此言虽不无偏颇，也不是全无道理。那么字法当如何审视？一、观笔法是否精到，点画是否合度；
二、茶结体是否精确，是否符合该书体之结构特征。三、变骨力是否动达，线条是否富于生命力。四、审意态是否神似，是否把握了经典之韵致。五、茶技巧是否有变化，是否巧妙地融入了个人之理解与巧思。在此特意提醒诸位，切莫以唐楷之标准衡量一切，以免管窥离策。第三，布局谋篇，审视墨迹之疏密。再者，我们要布局谋篇，此乃指书法作品中局部与整体之关系。此种关系体现于字与字之间、行与行之间，以及款制、印章与作品主体之间的相互呼应与和谐统一。章法在书道中常以疏密关系称之。古人论章法，其言甚妙，如书可走马，密不透风。一味求疏或一味求密，皆可形成独特之风貌。然若能于同一幅作品中巧妙安排疏密，使其错落有致，则更能彰显作者之高妙技艺。章法往往能映照出作者之胆识、魄力与心力。观其布局，可知其心之所向。章法生动，则可见作者心力之充沛；反之，则或显心力之不足。章法之大忌，莫过于状若算子，即将字如同算盘珠般横竖整齐排列，平均分布，缺乏变化与生气。此种情形在初学者之作品中屡见不鲜。第四，形神交融，体悟笔墨之意境。继而我们要形神交融，此乃书法艺术之精髓所在。艺术之形，唯有融入人文之意，方能展现其思想价值与社会意义。形对意之启发，其作用至巨，甚或可谓决定性。诸位皆知，书圣王羲之在挥洒出传世草书之前，其书艺意境平平，当时与其水平相若者不在少数。然王羲之之书艺之所以能突飞猛进，盖得益于观摩公孙大娘之舞剑，草圣张旭之狂草，则启迪于目睹丹夫争道之景象；另一草圣怀素之大草，则感悟于夏日云霓之变幻；黄庭坚之草书，则汲取灵感于传功荡桨之动作。凡此种种，皆说明两点至理：其一，大自然蕴藏无尽之艺术启迪；其二，自然景物须经由人之主观转化，方能升华为艺术之意境。再者，众所周知，誉为天下第一行书之《兰亭序》，其书艺之精妙无可比拟。然众人多注目于其字体之严美，却往往忽略其中一段文字：是日也，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。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，所以游目骋怀，足以即视听之娱，信可乐也。此段文字昭示了作者当时心境之愉悦。同样是王羲之，世人多知其行书之妙，然我告诸位，章草亦皆精绝。客观而言，于王羲之所处之时代，书艺精湛者众，然何以独其能卓尔不群，为后世所尊崇？盖因其能将丰富之意象融入书法创作之中，且使之相得益彰。更甚者，其能根据书写之内容调整笔触，达至文字与情感之和谐统一。反观当今某些书家，往往以同一种面目应对不同之题材，难免显得苍白乏力。第五，笔走龙蛇，体察运笔之节奏。接续，我们要笔走龙蛇，一级体察运笔之节奏。古人曾誉书法为无声之乐，书法与音乐皆为线性艺术，皆蕴含旋律、节奏、节拍、频率、频幅、休止符等要素。节奏于书法技法上，主要体现于行笔过程中力度之变化与提按之变化。此种变化源于书家内心之情感起伏，乃书家微妙心计之自然流露。书谱对此有精微之论述，一画之间便起伏于分秒，
一点之内，疏衄错于毫芒。又曰：或重若崩云，或轻若蝉翼，导之则泉注，顿之则山安。每种书体皆有其相适应之节奏，有的字体需沉着冷静，一丝不苟；有的字体需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；有的作品需刀劈斧琢，棱角分明；有的作品需点滴晶莹，气息内敛；有的作品需长枪大戟，疾风骤雨；有的作品需山花烂漫，云卷云舒。节奏之掌控与书家之性情息息相关，其对于作品之真实表现力具有至关重要之作用。遗憾的是，吾等常于作品中难觅此等精微细腻之变化，此往往昭示作者内心之空泛与苍白，而内心苍白之作，断难谓之佳品。第六，虚实相生，洞悉黑白之布局。再论，我们要虚实相生，亦即洞悉黑白之布局。黑与白，从哲学之角度观之，乃构成事物之两极，为东方二元哲学之基础模式。姑且不论深奥之哲学命题，今日吾等仅就书法本身探讨黑白之关系。我以为书法自始便充满矛盾，洁白之宣纸与乌黑之墨汁，于笔端之舞动下，便开启了一场黑与白之对话。我们在白纸上布局黑色之点线，制造出首个矛盾。当我们完成一字或一组字之书写后，又复运笔书写下一字，制造出新的矛盾。书法之过程，即为一个不断制造矛盾又不断解决矛盾之过程。古人虽未有如此具体细致之描述，然仅以四字便概括其精髓，曰知白守黑。此四字今已成一著名成语。事实上，所有与二元哲学相关之思想，皆可于书法之构成与书写过程中寻觅其对应之模式。与吾等数千年社会发展息息相关之儒释道思想，皆与书法精神有着深刻之联系。纸墨关系，从颜色而言，乃黑与白之关系；从哲学而言，则为有与无之关系；从佛学而言，则为实与空之关系。如何巧妙地处理此二者之关系，使其达至和谐统一之境地，考验著作者之心胸与智慧。第七，浓淡枯湿，品味墨色之变化。续而言之，我们要浓淡枯湿，亦即品味墨色之变化。与古代之书论中关于墨之论述相对较少，此主要与当时之书写环境有关。吾等皆知，书法于甚长一段时间内承担着文化与信息传播之重要功能，其实用性远大于艺术性。于公文等庄重场合，自然不允许过多地追求墨色之变化与渲染。此外，古代之书法作品多以手卷、尺牍、信笺等形式呈现，面积相对较小，此亦限制了墨法之过多发挥。再者，古代之阅读习惯亦影响了对墨法之重视程度。吾等可于影视作品中见之，古人阅读时，或置于案头，或持于手中，总之是以平视或俯视之角度欣赏。待至宋代以降，书画逐渐摆脱单一之书写功能，艺术性得以极大之提升。宋人上意，书法亦开始从平视、俯视走向仰视，成为可供悬挂欣赏之艺术作品。此外，宋人提出了书画同源之思想，角度之变化加之观念之转变，使得对墨法之运用从无意识走向有意识，成为一种自觉之艺术追求。此种追求待至明清以后，更成为一种经典之艺术元素。例如，明清时期之大书家王铎便常运用掌墨之手法来表现墨法之丰富变化。古人有云：墨分五色，墨色有浓、淡、枯、湿、焦之分。一幅优秀之作品，不仅要有精妙之字体，更要有丰富而准确之墨韵表现。同时，墨色要随着书写内容与情感之变化而变化，要学会控制墨韵之变化，
使其达至意识之中、意料之外之艺术效果。此需经年累月之实践与体悟。漆黑一片或过于花哨之墨法，皆非上乘之墨法。第八，题款署名，观其人文之意趣。既知我们要题款署名，落款乃书法创作之最后阶段，若能妥善处理，可使作品增添变奏之美感，增益诸多人文意趣，起到良好之生命告白作用。反之，若处置不当，则恐适得其反，效果堪忧。通常而言，吾等会根据作品最后一字之位置来决定于何处题款，题写多少字，如何题写，字体之大小等等。行家往往不甚着眼于作品之正文，盖因于资讯如此发达之今日，正文可供抄录，甚或可先集字而后勤练。然落款则必为作者个性之体现，乃气息之重新开始，旋律之变调，亦是根据前面作品所留之空间相机而书写，故更能考验作者之真功夫。正文与落款风格迥异之作品，多为临摹之作；正文与落款气息断裂严重之作品，多出自业余之手。每次落款仅循规蹈矩数上大名者，往往心胸不够开阔。关于书法落款，请在本频道观看书法落款几种错误影片，影片中有详细的说明，连结在描述栏，请点击来学习。第九，神采气韵，品鉴汉墨之格调。最终亦是最为关键之一点，我们要神采气韵。何谓气韵？气韵乃人之气质于书法作品中之自然流露。一人之气质，先天之因素固然有之，然后天之修养、学识、性情、才艺等因素则更为重要。书道中所言之气韵，除取法要高之外，一要观其是否有消化传统之能力，是否形成了自身独特之风貌。有己之物方为真艺术，否则最多只能称之为匠人。吾等常言某某之作品匠气甚重，并非指其字写得不好，而是难觅其独特之精神内涵。一无自身精神之作品，岂能称之为艺术作品？二要查其个人风格与传统是否能完美结合，是否具有新意，是浑然天成亦或生硬脱节，甚或产生矛盾与冲突。希望透过今日之阐述，能助各位更深入地领略书法这门古老而优雅之艺术。书法之美，在于笔墨之变化，更在于其背后所蕴含之文化底蕴与人文精神。请订阅频道，您就不会错过日后之精彩内容。感谢诸位之观看，下影片见。